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独行侠吓死了，浓眉首秀26+16+7+3，差点没了。东契奇浓眉交易后，独行侠主场迎战火箭，浓眉首秀展现统治力，浓眉和巴特勒首秀完美，球迷真香。独行侠与火箭的德州内战在万众瞩目中拉开帷幕，这不仅是两队之间的较量，更是对东契奇与浓眉哥交易成果的一次检验。赛前，达拉斯的球迷们对东契奇的离开表达了强烈的不满，标语横幅、呼喊声此起彼伏，甚至出现了极端球迷对浓眉的排挤与辱骂。然而，面对这一切，浓眉选择了用行动回应。比赛中，浓眉迅速进入了状态，他与新队友加福德之间的默契配合令人眼前一亮。开局阶段，他便通过精准的传球帮助加福德起飞，随后又以一记后仰漂移命中独行侠生涯首球，展现出了他出色的篮球智商和得分能力。在4号位上，浓眉如鱼得水，他的身高、臂展、护框能力和覆盖面积都成为了独行侠防守端的利器。无论是面对火箭的哪位球员，他都像是玩具般轻松地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神金等火箭内线在他的防守下显得力不从心，完全无法与之抗衡。在一次篮下抢起的隔扣之后，浓眉终于宣泄出了内心的情绪，他嘶吼着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这句话不仅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，也是对那些质疑和排挤他的球迷的回应。他用自己的表现告诉所有人，交易并非我所愿，但只要有我在，你们就能赢。这场比赛不仅是对独行侠新阵容的一次检验，更是对浓眉个人能力和适应能力的考验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也赢得了球迷们的认可和尊重。相信在未来的比赛中，他会继续带领独行侠走向胜利，为球队带来更加清朗的未来。在浓眉的强势爆发下，独行侠势如破竹，仅3节战罢，他便以全队最高的26分引领风骚，同时贡献了16个篮板、7次助攻和3记盖帽的全面数据，几乎将对位球员一一打爆。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，浓眉遭遇了玻璃人体质的再次考验。在一次回防过程中，他无对抗情况下受伤离场，尽管短暂回归，但最终还是因伤无奈退赛。火箭借此机会险些上演大逆转。浓眉受伤的部位正是腹股沟，这一区域的伤势若处理不当，甚至可能影响他参加全明星赛。但现场球迷的反应却透露出一丝转变，他们似乎已被浓眉的卓越表现所征服。对于独行侠管理层而言，这一差距无疑令人心惊胆战。试想，若浓眉首秀后因伤长期缺阵，达拉斯球迷的愤怒情绪恐怕会达到沸点，安保压力也将陡增。赛后，浓眉亲自透露了伤情，他表示腹股沟和4头肌区域有些紧张和痉挛，但感觉并无大碍。这或许源于9出战阵后的过度兴奋，以及基德教练可能过于激进的使用策略，让浓眉在3节内便打了31分钟。尽管遭遇小插曲，但从近期比赛来看，独行侠的这笔交易仍不失为一笔成功的运作。浓眉的加盟无疑为球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，未来的独行侠值得更多期待。除了浓眉的加盟，独行侠还意外收获了克里斯蒂。湖人或许未曾为交易浓眉而后悔，但如今恐怕正为将克里斯蒂作为天头送出而暗自懊恼。在本场比赛中，克里斯蒂大放异彩，33分钟内10投5中3分球，5投4中，罚球更是10中9，狂打23分，2篮板2助攻，这样的表现无疑让人眼前一亮。要知道，在湖人生涯的154场比赛中，克里斯蒂仅有1次得分超过20，而加盟独行侠后的第3场比赛，他便轻松突破了这一纪录。在过去的3场比赛中，克里斯蒂场均贡献17.7分、5.7篮板、3助攻、0.7盖帽，无论是面对76人的15分9篮板3助攻，还是对阵绿军的15分6篮板4助攻，他都展现出了出色的得分能力和全面的身手。与此同时，浓眉虽然离开了湖人，但他的心中仍然有对救主的深情。原本火箭有望借此机会拉开与湖人的胜场差距，但浓眉的出色发挥却帮助独行侠站稳了阵脚，同时也间接助力湖人缩小了与火箭的差距。而湖人也没有辜负浓眉的远程支援，迅速接棒独行侠，以一波强势的攻势立刻步行者成功超越火箭，攀升至西部第4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浓眉在新东家的首秀便砍下了至少25分、15篮板、5助攻、3盖帽的豪华数据，这样的表现在 NBA 历史上仅有2人能够做到。第一位便是湖人名宿贾巴尔，当年贾巴尔加盟湖人后的首秀便砍下了27分、20篮板、5助攻、4盖帽的惊艳数据。如今浓眉能够追平这一壮举，无疑是对他实力的最好证明。2位湖人名宿在不同的时代都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。浓眉在场上展现出了令人震撼的统治力，尤其是在首节比赛中，他便在内线呼风唤雨。尽管火箭的内线实力不俗，但在独行侠加福德和浓眉组成的双塔面前，他们显得如此渺小。4号位的浓眉简直无解，无论面对谁，他都能轻松错位得分。令人惊叹的是，他本场的外线手感也异常火热，3分球2投2中，彻底开启了无解模式。浓眉的首秀堪称完美，他不仅在进攻端无解，防守端也同样出色。在他的带领下，独行侠打破了队史盖帽纪录，全场送出18次封盖，将火箭彻底笼罩在天罗地网之中。其中加福德一人就贡献了6次封盖，展现出了惊人的防守能力。独行侠的未来或许会因为这2位新星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光明。在另一场比赛中，勇士与公牛的对决堪称离奇。公牛在交易截止日后送走了拉文，显然意在下半赛季摆烂，以争取更高的选秀顺位。然而上半场的勇士却如同梦游，失误连连，为公牛提供了无数快攻机会。比赛进行至第3节8分多钟时，勇士已落后公牛多达24分，形势岌岌可危。此时库里终于觉醒，他仿佛回到了巅峰状态。第3节打满全场，11投7中，其中3分球8投5中，狂揽24分、2篮板、2助攻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库里还从3分线外冲刺至内线，高高跃起，抢下一个前场篮板。尽管随后的2次进攻未能命中，但巴特勒及时补篮得手。在库里的带领下，勇士在第3节结束时已将比分劣势缩小至反超3分。这一节库里的表现堪称神勇，为勇士重新赢得了比赛悬念。以往库里在第3节打满后，末节至少需要休息半节左右，以避免体力透支。而在这段时间里，勇士的其他球员往往难以维持库里建立的优势，导致库里回归比赛后仍然是悬念迭起，甚至遭遇惜败。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，勇士迎来了巴特勒的加盟。第4节初段，当库里下场休息时，巴特勒独自带队打出了18-3的攻击波，一举锁定胜局。期间，巴特勒在篮下3次投篮命中，罚球4罚全中，独得10分，展现出了极强的领袖气质和得分能力。这场胜利对于勇士而言意义重大，它不仅证明了库里的无解实力，也展示了巴特勒作为新援的即战力。勇士的未来或许会因为这2位球星的携手而变得更加值得期待。巴特勒或许不具备库里那样的瞬间爆发得分能力，但他稳定持续的得分能力同样不容小觑。如同钝刀割肉，逐渐累积优势。正是巴特勒在第4节的这波输出，让库里得以安心留在场下休息，无需再度披挂上阵。此战巴特勒12投7中，罚球线上更是13罚11中，砍下25分，其中11次罚球也追平了勇士球员的单场罚球新高。他的到来填补了勇士此前在制造杀伤方面的空白。比赛中，巴特勒2次上演空切好戏，一次来自希尔德的妙传，另一次则是追梦格林的高难度助攻，这足以打破关于他无法适应无球打法的质疑。事实上，巴特勒在公牛时期就是以无球打法起家，无球能力自然不在话下。尽管巴特勒明后2年的大合同备受瞩目，引发了不少争议，但至少在当下，他展现出的身体状态和竞技水平还是对得起这份合同的。当然，如果未来他真的无法匹配合同金额，球迷们的批评自然也不会迟到。浓眉虽然强大，但伤病隐患让人担忧。巴特勒同样实力出众，只是合同金额略显高昂。2位球员各有千秋，也各自面临着不同的挑战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